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欧洲研究人员在波罗的海克里格斯弗拉克风电场的风力涡轮机之间进行水产养殖实验。研究表明，利用丹麦风电场区域的1/10，每年可生产大量新鲜海产品，同时改善水质和吸收碳。下一条，中国支持人民币表现出希望管理其贬值，因美元普遍走强，令其接近不可触及区域。接下来，欧洲股市下跌，美国期货小幅波动。此前人工智能驱动的反弹失去动力，交易员为3重巫术衍生品到期日做准备。由于日元连续6天暴跌，存在干预风险，因此日元受到关注。下面这条，原油期货周五基本持平，但随着美国需求改善和油气库存下降，预计将连续第2周上涨。下面这条，由于对图形芯片巨头 NVIDIA Corp 的收益增长前景产生质疑，投资专家 Paul Wick 近期已减持其持有的 NVIDIA 股票。下一条，东南亚电动汽车销量激增，比亚迪和 VanFast 领先，蚕食日本和韩国汽车巨头主导的内燃机汽车市场。下一条，汇丰银行将设立比特币和以太坊交易柜台，成为首批涉足加密货币现货交易的全球银行之一。让我们关注，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表示，如果经济和价格走势符合预期，央行将调整货币支持力度，暗示未来可能进一步加息。接下来这条，受人工智能概念带动，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投资人将资金投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任何领域。埃隆·马斯克参与的项目，人工智能硬件制造商和相关能源企业均受益于此。下面这条，摩根大通资产和财富管理部首席执行官玛丽·埃尔多斯表示，该公司已在中国看到经济改善的迹象，这将提振该行在经历一段低迷期后的业务。下一条，美股期货周五小幅下跌。此前科技股领涨行情首次在超过1周的时间里出现疲软迹象。让我们关注，人工智能热潮推动技术基金创纪录流入，约为87亿美元。然而，投资者担忧股票集中风险，而欧洲股市因法国局势动荡而下跌。下一条，保守派社交媒体公司特朗普媒体和科技集团股价在3周内暴跌 48%， 市值缩水近一半。由于公司获得了监管部门批准，早期投资者可以行权购买更多股票，股价持续下跌，抹去了前总统特朗普近30亿美元的净资产。专家警告，股价仍可能进一步下跌，因为即使最近下跌后，特朗普媒体的估值仍为数十亿美元，但收入却很少。下一条，赛瑞普塔治疗公司的基因疗法获美国批准，可用于更多患有致命肌肉疾病的儿童，扩大了这种有争议的疗法的市场，但该疗法在临床试验中尚未证明其有益处。最后这条是，美股周五普遍小幅下跌，科技股反弹首次出现疲软迹象，标普500指数下跌 0.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2%。 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